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湖南姑娘一涵和台湾小伙浩宇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不仅让我感动，更让我深深体会到，有时候我们的偏见真的会让自己成为井底之蛙呢。一涵是我们湖南长沙的一名护士，颜值那叫一个高啊，皮肤白皙，身材苗条，走在街上都有回头率。她从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长大，父母都是大学教师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家里还有一个大他2岁的哥哥和小他3岁的弟弟，都在教育系统工作，可以说是个书香门第了。记得第一次见到一涵，是他妈妈领着来的，他妈妈可挑剔了，一个劲儿地说一定要找本地人，最好是体制内的，稳定可靠。可是天不遂人愿啊，缘分这种事情真的说不准。一涵是在一次线上医疗会议上认识的浩宇，那会儿正是疫情时期，两岸的医疗机构在做经验交流。浩宇是台北一家电子厂的老板，因为要给医院提供一批医疗设备，所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。说来也巧，会议期间设备出了点小问题，一涵作为技术组的成员去解决，结果就和浩宇聊上了。浩宇那温和的性格、细心的态度，让一涵印象特别深刻。后来2个人就加了联系方式，慢慢熟络起来。哎呀，要说这浩宇，那可真是个宝藏男人。虽然家底殷实，但为人特别低调，从来不炫耀。36岁的年纪，事业有成，但依然保持着谦逊的态度。之前有过几段感情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修成正果。刚开始，双方父母都特别反对。一涵的父母觉得台湾那么远，担心女儿受委屈，特别是一涵妈妈，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达，去了会吃苦。而浩宇的父母呢，也有顾虑，担心陆籍媳妇会不会是冲着钱来的，会不会有文化差异。一涵自己其实也很犹豫，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就怕他就是玩玩而已。再说了，两岸的生活习惯、价值观都不一样，真的能长久吗？但是啊，真爱是经得起考验的。浩宇特别用心，每天视频都雷打不动，经常给一涵寄一些台湾的特产和礼物。遇到一涵值夜班，他就调整作息陪他聊天。渐渐的，一涵被他的真诚打动了。最让一涵感动的是，有一次他加班到凌晨，身体不舒服，浩宇知道后，立刻订了第2天最早的飞机，专程飞来长沙照顾他。就这样，2个人异地恋了1年多，终于熬到了相见。哦，忘了说，这事儿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。现在一涵早就嫁到台湾，过得可开心了。而最有意思的是，他爸妈前段时间去台湾探望女儿，那可真是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没想到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转变。说到一涵爸妈去台湾，那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。一涵的爸爸，一位退休大学教授，之前可是坚决反对女儿嫁到台湾的。他总觉得大陆发展的多好啊，高铁4通8达，移动支付到处都是，台湾能比得上吗？结果这一去可真是刷新了3观。记得一涵跟我说，他爸妈一下飞机就被桃园机场的秩序惊讶到了。一涵说，我爸一直在感叹，这里的人怎么这么有礼貌，不管是机场的清洁阿姨还是安检人员，说话都轻声细语的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最让一涵爸爸震惊的是台湾的医疗制度，因为他有点高血压，在台湾住的这段时间刚好要复查，一张健保卡就能走遍全台湾的医院，看病不用排长队，医生问诊细致入微，连护士都特别有耐心。老教授感慨，这哪是我想象的那个落后的台湾啊。一涵的公婆知道老2口来了，特意带他们参观了新竹科学园区，那可是台积电、联发科的大本营啊。一涵爸爸可算是大开眼界了，他一直以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没想到台积电的芯片制造水平竟然能领先全球那么多年。还有台北的街道干净整洁，虽然没有大陆城市那么宽阔气派，但是处处都能感受到人性化的设计，人行道上都铺设了导盲砖，路边还有专门的无障碍设施。一涵妈妈特别喜欢台北的小巷子，说这里的小店都特别有特色，每家店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。最让2位老人惊讶的是台湾的垃圾分类制度，每天晚上固定时间，居民就会把分类好的垃圾送到垃圾车那里，
垃圾车还会放着音乐，提醒大家出来倒垃圾。一涵爸爸说，这种制度看似麻烦，但是培养了居民的环保意识，让整个社会更有序。浩宇还特意带2位老人去了一趟他的电子厂。一涵说，他爸爸参观完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工厂里的工人都有很强的专业素养，从产品研发到质量管理，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。最重要的是，工厂特别注重员工福利。刚开始我还不适应，觉得太客套了，后来才发现这是台湾人与生俱来的礼貌。一涵的公婆也是开明得很，知道一涵喜欢吃辣，特意去学了几道湘菜。一涵说她婆婆现在做的剁椒鱼头，连她妈妈都说好。这不，上次一涵爸妈来，婆婆还特意做了一桌湘菜，把老两口感动得不行。在台湾这几年，一涵也在事业上有了新的发展。她在医院工作，因为台湾的医疗体系特别规范，她学到了很多新知识，现在还考取了一些专业证书。工资待遇也比在大陆时好了不少。最让一涵感慨的是台湾的教育理念。他的孩子现在上幼儿园，园里从不给孩子们施加过多压力，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独立思考能力。一涵说，在这里，孩子们能真正享受童年。说到教育，一涵爸爸这个老教授可就更有发言权了。他参观了台湾几所大学后，连连称赞这里的大学真不简单。虽然规模不及大陆的高校，但是学术氛围特别浓厚，师生关系也很融洽。一涵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特别充实。工作之余，他还参加了社区的一些活动，比如说茶艺班、插花班，认识了不少朋友。他说台湾人特别热情，从来不会因为他是陆配就对他另眼相看。有一次，一涵参加社区举办的端午节包粽子比赛，他包的湘式粽子还获得了第1名呢。从那以后，邻居们都爱找他学包粽子，他也教大家做一些湖南特色小吃。这一来二去的，他在社区里可成了小有名气的美食达人。一涵说，以前总觉得台湾落后，现在才发现是自己坐井观天了。这里的生活品质、社会氛围都让人觉得很舒服。这话说的可不就是大实话吗？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一涵妈妈临走前跟我说的一番话，让我特别感慨。一涵妈妈说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后悔当初那么反对一涵嫁到台湾。她还告诉我，在台湾的这1个月，她算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城市温度。比如说，她就特别喜欢台北的公共图书馆。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，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和展览，完全免费对外开放。最让她惊讶的是，就连社区里都有小型图书馆，街坊邻居可以随时去看书、借书。一涵爸爸则对台湾的科技创新赞不绝口。他说，我们总觉得大陆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，可是人家台湾在某些领域依然领先。就拿台积电来说，能做到全球第一，靠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积累。老两口参观了一涵上班的医院，更是连连称奇。医院里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，而且特别注重病人的隐私保护。每个诊室都是单间，看病的时候不会有其他病人在旁边听着。护士站的布置也很人性化，一涵值夜班的时候有专门的休息室。最让一涵父母感动的是台湾的敬老文化，公交车上设有博爱座，只要看到老人家上车，年轻人都会主动让座。超市和商场的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，连厕所都是专门设计过的。一涵妈妈说，这些细节处处都在为老年人着想。有一次，一涵妈妈在街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周围的路人立刻围上来帮忙，有人扶她起来，有人帮她捡东西，还有人主动把她送到附近的诊所。这种温暖让她特别感动。浩宇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，他的电子厂不断创新研发，现在已经成为台湾重要的电子零件供应商之一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从来不跟人炫耀，每天还是那么低调。一涵说，这就是台湾企业家的特质，越是有实力的人越是谦逊。现在一涵的生活可以说是春风得意，他不仅在医院工作的风生水起，还在台湾考取了一些专业证书。最近他还开了个社交媒体账号，专门分享在台湾的生活趣事，还真吸引了不少粉丝呢。一涵说，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你给我和浩宇牵线搭桥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就错过这么好的姻缘了。
在台湾的生活，让我明白了眼界决定格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听到这里，我就特别想对正在相亲的女孩子们说，不要被偏见蒙蔽了双眼，真正的幸福往往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。说到最后，我要特别说说一涵和浩宇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，真的是让我这个红娘看了都感动。一涵说，在台湾生活最大的改变就是心态变得更平和了。这边的生活节奏虽然也很快，但是人们都懂得享受生活。每到周末，他和浩宇就会带着孩子去野餐，或者去郊外踏青。台湾的生态环境保护得特别好，空气清新，到处都是适合亲子活动的地方。浩宇更是用心良苦，知道一涵想家，特意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小菜园。一涵可以种些湖南的青菜辣椒，想吃家乡菜的时候就自己摘。现在这个小菜园可成了邻居们羡慕的对象，大家都说一涵种的辣椒特别香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一涵现在完全融入了台湾的生活。他说，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，不管是同事、邻居还是路人，大家都特别真诚。他现在说话都带着一点台湾腔了，听着特别可爱。一涵的公婆也是开明得很，从来不干涉小两口的生活。每周日一家人会一起吃个便饭，聊聊工作生活，其乐融融。婆婆还经常给一涵介绍一些台湾特色的美食店，带她去逛夜市。现在一涵对台湾小吃门儿清，说起来好笑，一涵爸妈这次回去后，可成了亲戚朋友中的台湾通。他们逢人就说台湾其实特别发达，不比大陆差。现在还总在家人群里分享一涵发的照片，炫耀女儿过得有多好。这不，前2天一涵还跟我说，她打算把户口迁到台湾了。她说，丽姐，我现在是真的爱上这片土地了，这里的人情味、生活质量都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听到这里，我就想说，这就是缘分啊。有时候我们总是带着偏见看问题，觉得外地人不如本地人好，其实这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的限制。就像一涵和浩宇跨越了地域的阻碍，建立起了美满的家庭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有缘的人相遇相知。一涵和浩宇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不分地域，幸福也不分你我。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，互相包容，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也在寻找另一半，不要给自己设太多条条框框。缘分这种事，讲究的就是一个随心而遇，顺其自然。下期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。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见。